陪我红酒。你怎么又跟来了？你打碎了我的红酒。是你啊？嗯，是我。我叫齐路。我叫一星。一星？哎，我知道你，是不是你家酒庄出问题了？你父亲现在身体好一些了吗？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难过的时候发泄出来能好一点，不然你就哭出来。没关系，你想一个人静静，我现在就撤。你有没有过特别绝望的时候？有，我现在就很绝望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我现在就特别的绝望。你有没有过那种感受？当你在非常努力的去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，你母亲咔的一下就把你的梦想按在地上，一点翻身的机会都不给你。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。我不一样，我爸他特别支持我的梦想。我从小练琴，我想成为一名大提琴手，他让最好的老师来教我。他给我买最贵的大提琴，他努力经营酒庄，供我去伯克利读书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实现了我的梦想，我得到了爱乐乐团的 offer， 他也实现了他的梦想，他在希腊得了金奖。再然后他就出了车祸。如果那天我没有让他去机场接我，他就不会出车祸，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吧，这事儿真不能怪你，他就是个意外。你不要自己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嘛。对不起啊，把你吓到了吧？我请你的酒，你有时间的话到新英酒庄，我拿我爸得奖的希腊还给你。尝葡萄呢？嗯，感觉怎么样？酸度还有点高，应该再过1个礼拜就差不多了。内行啊，懂酒，懂点儿。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齐路。齐路，法国回来的。我知道，我听一厂的谢勇说过。爱德堡那边的事情也知道一些。其实这个酒啊，就和人一样，酸度过高的话，酒酿出来苦，它的细腻感和优雅感就会差很多。如果甜度过高的话呢，
酒的厚度就会差一些。我们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度，对吧？这些谢师傅也跟我说过。啊，我的意思是，就像这个葡萄啊，它的酸甜度是由时间来决定的，但是采摘葡萄是由酿酒师来决定的。其实酿酒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选择，就像年轻人的成长一样，有道理吗？您也是酿酒师？是，我姓石。您就是石老？幸会。幸会。谁呀？哦，这是法国回来的酿酒师齐路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葡萄酒经销商安南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这么热情啊！你不会真的要加入我们酒庄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跟石老已经商量过，他呢，同意了。石老同意了。我们酒庄现在什么情况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你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是啊，有什么好处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呢，我就是挺想加入你们的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大哥你是这个呀？明知道火坑还往里跳，是不是好朋友？火坑不火坑的我真不知道啊。但我的确是被欧阳叔叔的匠人精神所打动了。一个能把10几年时光都倾注在酿造一支酒上的人所建立的酒庄，肯定不会差。而你为了保护这个酒庄放弃了什么，我也是有所耳闻的。都是执着的人，我也是。所以，我来了。好吧，执着的人，那我以星星酒庄庄主的身份欢迎你，希望我们的合作一帆风顺。我坚信，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顺利。石伯伯，石伯伯，我来了。哎呀，石伯伯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事儿，星星。你看，阳光透过葡萄架，照射到地面上，又通过地面反射到了葡萄藤上。这个时候啊，就像是日月交替、阴阳轮转一样。这是最美妙的时候。糖分在慢慢的上升，酸度在缓缓的下降。这个时候采摘下来的葡萄，花香和果香交织在一起，放在橡木桶里面，经过一系列的发酵作用，能酿出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。这是我的梦想，也是你父亲的梦想。但是我现在真的担心，我的梦会被一些事情打碎。什么意思啊，石伯伯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本来我一直不想说，但是可能现在不得不说了。我们收到了一封律师函，你自己看看吧。银行让我们1个月后还款。500万。对，这个钱是当时我跟你父亲商量好，向银行贷的款。本来按照我们的计划，如果3年之内我们顺利的话，是可以把这个钱偿还出来的。但是第1年，我们的葡萄皮儿薄，被马蜂给蛰了；第2年又遇上霜冻，颗粒无收；第3年是勉强还了一部分，又赶上你父亲突然出了意外，所以这个偿还一直没有兑现完。巨额贷款的事情，如同一记重锤砸在一星面前。这沉甸甸的压力，让他不知如何是好。一星和石明山想尽各种办法，也看不到一点希望。他的内心越发的焦虑起来。秦副组长，哎，齐路，见过一星了？见了，状态还行。那就好。
现在老庄主还在医院躺着呢，一心呢也没什么经验，每天一睁眼就是钱。我们父辈都是有渊源的，我父亲、欧阳叔叔、邱叔叔，他们3个不都是亲如兄弟的吗？那这个酒庄不仅仅有欧阳叔叔的梦想，还有我父亲的期望啊，所以我的确想帮他。就目前来看，不太好办。你打算怎么帮？你怎么想到让一厂做担保呢？你之前跟他们闹得还挺不愉快的。呀，其实也没有闹得很不愉快吧，我们就是在酿造葡萄酒上面产生了一点分歧和误会。再说了，一厂它的公信力还是很大的，只不过能不能说服他们给我做担保，我没什么把握。试试看吧，到了之后看情况再说。你轻点儿。我也想轻点啊，秦副组长，可你这车太高档了。你是拿话讽刺我是不是？我哪儿敢？再说了，您好歹也是个领导，应该换个像样点的车才对。不是这车有什么不好啊？你别小看它啊，别看它又小又旧的，它可是陪着我跑遍贺兰山东路的大功臣。各位啊，呀，真有你的啊！你看那边刚刚改造完领导班子，你这边就开始纠正起工人的生产理念了。秦大副处长啊，你给我的那可是火焰山呀，这芭蕉扇还不知道在哪儿呢，任重道远呀。老秦，你这是把人才给我送回来了是吧？好好好，欢迎欢迎。不是的，魏厂长，我和秦副组长过来是有事想请您帮忙。不是回来呀？老魏啊，的确有件事情想麻烦你。办公室聊，走。如果说这回酒庄能够平安度过危机，你就可以专心回去酿你的葡萄酒了。我相信一定会的。但是你别忘了啊，你为了帮新兴酒庄，可答应了魏厂长，帮他们酿制2款新葡萄酒。接下来的日子你得连轴转了。没事儿，不管我在哪个酒庄里酿酒，都在贺兰山，都是一家人。觉悟够高的呀！啊，这个事情能不能不和一兴说？为什么不说啊？你牺牲这么大，如果说酒庄能够平安度过危机，你可是大功臣呢。因为我希望他们用我，是因为我是一名专业的酿酒师，而不是念这份情。我没看错你。你可以啊，银川第一酿酒厂担保书。不是我啊，魏厂长给秦副组长面子，秦副组长的功劳。也是，秦副组长说话比我们都好使。这下好了，就剩下文件、还款计划，还有首批还款的问题。首批还款。石伯伯，星星，你知道我刚才看见什么了？什么呀？一只珍珠鸡就在那儿，真美，像做梦一样。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你知道吗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这块地方就是乱石滩、不毛之地，风吹石头跑，天上无飞鸟。可是现在完全都变了。要放在之前，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美的一个葡萄园出现在我眼前。石伯伯，您别发愁了。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，会有办法的。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保住酒庄的。孩子，挺对不住你的。
让你承受这么多。这个钱是当时你爸和我一起向银行贷的款，现在却需要你来偿还。我都听说了，你把你的琴，还有你一些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。还有秦副组长，为了我们这个贷款的事情，替我们四处奔走。大家都在想办法。这是我的钱。您干嘛呀？我不要。哎呀，这是您的养老钱。星星，这片葡萄园对于我来说是我的命，所以这个钱给你是救命钱，它不是养老钱。钱的问题我会自己解决的。再说了，父债子偿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您的钱您收好，我不会要的。哎，这样吧，星星，这个钱算我借的。等到酒庄经营好了，有收益了，以后你连本带利的还给我。啊，拿着。一星，他们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大家伙都来了。是啊，哎叔婶儿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一星，那酒庄里遇到点困难，俺们就想来帮个忙。是啊，一星，那以前我们有事的时候，老庄主没少帮衬我们。现在酒庄有困难，我们肯定不能坐视不理。俺家花说的对，尽一份微薄之力。拿着。谢谢东阳叔，拿着啊，谢谢二婶儿，拿着。谢谢东宝叔，谢谢。来，一点心意，心收下。谢谢。谢谢。心意收下。谢谢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不通过？为什么不通过？你们向银行隐瞒了潜在风险。潜在风险？不可能啊！我们的还款计划和证明材料都是真实的，我可以保证。这是风控部门调查出来的，你自己看吧。虽然借条上没有约定的还款利率，但我们调查过，这些债权人跟你父亲根本不认识，所以风控部门有理由怀疑这批借款是高利贷。高利贷？回去准备罂粟吧。什么情况？你要卖掉酒庄？我已经跟律师沟通过了，官司是打不赢的。算了，都已经尽力了。叶寒姐怎么说也是自己人。邱一涵是什么人，我可知道，你不能给他。我已经决定了。对不起啊，本来想邀请你当酿酒师的，结果连自己的酒庄都保不住。走吧，带你去酒窖看看，你还没见过呢。顺便陪你的酒，跟我来吧。你不知道，小时候我有多讨厌这个地方，又阴又冷又暗，还有酒精的味道。没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
现在要跟他们说再见。怎么了？你在闻什么？波特酒啊？也是波特酒。有救了！一心，我告诉你，酒庄有救了。有救了！喂，一涵姐，一心啊，你肯定想不到，我爸在酒庄里面存了波特酒整整10个橡木桶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波特酒。今天早上我们在酒窖里发现了10桶波特酒。齐路说这是一种特别名贵的陈年波特，完全可以偿还我们的债务。啊，是啊，那好事儿啊，天大的好事儿，恭喜你呀！波特酒，波特酒。看看，快看看这个，波特酒啊！我知道这种酒。怎么，你想做？对，咱们呀来个陈年波特，我还得存着，存到一心出嫁那天，我才把它拿出来。不是我泼你冷水啊，这种酒咱们做不出来。为什么？第一，葡萄，酿造波特酒的葡萄品种呢？有国产多瑞加、卡奥红、巴罗卡红，还有法国多瑞加和罗利红，而这些品种啊，咱们一个也没有。没有，咱可以种呀。好，就算你引进了葡萄，种下去了，酿造技术呢？这种酒要求对发酵过程的精准掌握，怎么精准？温度控制，咱们没有这个条件啊。咱们现在的温度控制就是眼观手摸，可以说是处于石器时代。我相信你，明山，你可以的，你可是流苏的高材生啊！明山，前2天说的那个波特酒，我想试试。你要是信得过我，就趁早放弃，真的，赶紧打消这个念头，不然你会害了你自己，害了酒庄。没错。陈年的波特酒，欧阳大哥成功了，成功了！这么些年，他一直告诉我，不要碰这几桶酒。这是他自己做的普通葡萄酒，他想留着。我原以为他的实验没有成功，没想到真的成了。您这速度真够快的啊，秦副组长。石老在里面等着你呢，我们去吧。走，你看看，这个就是波特酒啊。对。
这是极其珍贵的茶色波特酒，整整10桶，全部都是陈酿时间超过15年以上的。我听说这种波特酒啊，算得上真品了，在市场上能卖很高的价格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哎呀，这些酒放在这很多年了，我自己都忘了。这小子一来，就靠他那只鼻子给闻出来了，厉害吧？凑巧，今天我跟艺兴逛酒窖的时候发现了。齐洛，你是我们酒庄的大福星。齐洛，必须留在这儿，这是你和星星酒庄的缘分啊！这小子不错啊，为了酒庄上上下下帮了不少忙，我挺看好他的。您过奖了，我没做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你已经是我们酒庄的人了，好像还没有给你办一个正式的入职仪式呢。哎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看就今天，是不是？秦副组长也在吗？好啊。哎，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？不是师傅，我跟你说，齐兔今天特高兴，他们发现了一款葡萄酒，星星酒庄的人还说要给他办入职仪式呢。是吗？啊，这么说，他还真要留在那儿了。这些天啊，我知道大家对于酒庄的情况都很担心、很着急，所以呢，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啊，是要宣布一个好消息：齐路在酒窖里发现了。小庄主，现在酒庄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了，他就是发现什么，也解决不了问题啊。请大家先不要着急，让小庄主把话说完。怪我卖了一个关子，我想说的是，齐路在酒窖里发现了10桶波特酒。波特酒是什么？大家应该有所耳闻吧？有了这10桶波特酒，我们的酒庄有救了。你听说过咱们酒庄有波特酒吗？不知道啊，你一个助理酿酒师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齐心协力把这些波特酒都给卖出去，完成银行的还款，这样我们的酒庄就可以渡过难关了。小庄主，怕是不行吧？之前咱这个希拉就因为咱们不肯降价钱，才导致没有卖出去。那这波特酒就能卖到咱们想要卖的价钱吗？波特酒不能随便降价，这个酒的品质非常高，我想也是老庄主费尽了心血才保存到今天的。如果波特酒随便降价的话，是对我们葡萄酒行业的不尊重。石老，现在咱们都活不成了，你还要什么尊严呀？先填饱肚子再说吧。韦经理，之前希拉的事情呢，是我的疏忽，我没有及时的跟您沟通，让您得罪了客户。但是波特酒不一样，我同意石老说的，我们的酒是有品质保证的。如果一款好的酒配上一个低廉的价格，那就好比说，您见过标价100块钱的名表吗？这怎么能一样呢？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嘛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候自降身价的话，那会影响到我们酒庄的市场定位，甚至会影响到我们酒庄今后的发展。当然了，我不懂销售啊，您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我相信您在葡萄酒经商领域的地位能力，所以这10桶波特酒应该难不倒你们销售部吧？行吧，上次降价卖希拉，把客户都得罪光了，我们再想想办法，但是不敢打保票。他们怎么就突然找到波特酒了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他们这运气也太好了。这酒倒真是好东西，但咱们怎么卖啊？卖什么卖？这波特酒的市场标价谁不知道啊？卖出去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这明码标价的东西，确实不好从中间。中间？什么中间？就没有中间。而且这波特酒是有产区限制的，到时候没有卖出去，反倒惹了一身骚啊。那怎么办呀？回去呢，告诉兄弟们，该出去跑出去跑，把样子呢给他做足了。这能不能卖出去，还不是咱们说了算。前几天我还唉声叹气的，
当时觉得已经到谷底了，真是想把酒庄卖了，一走了之。谢谢你的帮助，我一直以为你跟我说要加入酒庄是在跟我开玩笑呢，我还跟石老说呢，但凡不是个傻子，都不会往火坑里跳。嗯，他不光是跳了啊，为了能够留下来，跟他母亲都闹翻了。啊？你们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嘛！我相信，只要我努力，总有一天，我妈会理解我的。齐鲁，我告诉你，你的选择绝对是对的。一香，赶紧把聘书给人家。谢谢你，为了帮我们酒庄走出困境而努力。我以代理庄主的身份，正式的邀请你加入我们。收到，庄主大人。齐路意外发现的波特酒，为陷入绝境的酒庄带来了一线生机。大家终于能从令人窒息的压力中暂时松一口气。齐大酿酒师，庄主，你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，不会刚刚正式加入酒庄就反悔了吧？没有，我就是在犹豫要不要给我妈打个电话。你跟阿姨，你想问我和我妈为什么闹这么僵，是不是？怕你尴尬没敢问。没什么好尴尬的。庄主啊，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和你爸。欧阳叔叔以前是不是特别支持你来大提琴？你知道学艺术要花很多钱的，但那个时候不管我爸有多困难，从来没有说过要让我放弃大提琴的话，所以后来会有那样的成就，都要归功于我爸。所以欧阳叔叔出事以后，你才会为了保护他的梦想去放弃自己的理想。这相互的嘛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，那家人之间不就是应该为了彼此做出让步和牺牲吗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羡慕你和你爸呀。我老妈呢，从来没有这么理解过我，一次都没有。那你跟阿姨是母子，有什么事情你就主动一点，去跟她说明白了，我相信她会理解的。老欧，谢谢你给我留的波特酒，酒庄就快要渡过难关了，你要快点醒过来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一定要留在银川的事情让你生气了。我知道是我的不对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我听爷爷说过，你是一个勇于追求自己梦想，并且为之锲而不舍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当我听到别人说起葡萄酒酒界华人侍酒师大师吕小英的时候，我有多么的光荣，我有多么的庆幸能成为你的儿子。妈，这段时间待在这里，我经历了很多。我加入了新兴酒庄，我看到了他们为了保住酒庄而做出的一切努力。老妈，理解万岁。先说好啊，我没有在跟踪你，只是那天凑巧看到你在卖这个琴，我觉得它应该对你挺重要的。这是纯手工大提琴，我很爱惜，麻烦您帮我给它找个好主人。哎，你放心。
你尴尬，没敢露面。你离开后，我去找了老板，起初老板还不愿意让我原价收回。后来我跟他讲了你和你父亲，还有这把琴的故事，他很是感动，我这才顺利的带回这把琴。我一直在怕我好心办坏事，所以没敢拿过来。怎么会呢？你知道吗？这把琴就是我的生命。但是酒庄是我爸的生命，要不是走投无路，我不会让他离开我。反正你别生气，我自作主张就行了。谢谢你，请。钱我会尽快还你。其实从卖掉他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后悔了。但是我逼着让自己不去想他，因为怕自己会出尔反尔，更怕自己会退缩、会逃避，最后丢了梦想，又回了酒庄。哎呀，你也别这么说嘛。虽然你嘴上一直在说怕自己后悔，但我看得出来啊，你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后路。你为了这个酒庄一直在努力。说实话，挺喜欢你的。啊？挺喜欢你性格的。魏经理呢？魏经理一般是10点钟才到。我们上班的时间是9点吧？魏经理他是市场部的负责人，晚上可能难免会和客户有些应酬，可以理解。你们谁负责通知魏经理的？是我。你跟魏经理怎么说的？我说庄主要一早开会，会议时间是9点钟。你看，你没有告诉他会议的内容，他怎么能知道这个会议很重要呢？是吧？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对吧？是。我给他打个电话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关机了。人都到得差不多了，要不咱们先开会？石伯伯，我们今天开的是销售会议，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。市场部的负责人都不在，我们开这个会干什么呢？要不你看这样行吗？酒呢是齐路发现的，齐路对波特酒也比较了解，让他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。齐路啊，你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。咱们市场部的人啊，做好记录。等到魏经理来了以后呢，你们把这个记录的情况跟他讲一下，让魏经理拿一份销售的方案，让他向小庄主做一个销售方面的汇报。好，咱们开始吧。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波特酒。魏军他就是故意的，我昨天自己给他打的电话，我说的很清楚，今天我们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是一星，你现在还真的不是生气的时候，你不能拿他的错误让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。可是我着急呀，石伯伯，银行只给我们延了1个月的时间，他这些天就是对我避而不见的。我去找他呢，他就给我打官腔，根本不切入正题。这个魏军滑得很，你想掌控他真的很难。虽然你现在是小庄主，但是他可以不把你当回事，因为他有这个资格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在葡萄酒行业上面摸爬滚打了10几年，我们整个企业所有的客户资料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呢。所以你要对付他，得有自己的策略。那我应该怎么做呀？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杀鸡儆猴。我明白了。齐洛，哎，秦副组长，干嘛呀？那么早找我啊？走，吃口饭去。哎，别，咱就在这说吧。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波特酒的销售问题，我想麻烦你帮个忙。你就说吧，需要我帮你做什么？你看，波特酒在我们国内的认知度非常低，在国外呢，特定产区才叫波特酒，所以销售起来会有点麻烦。你的意思是希望政府出面来推动这件事情，对吗？是。您看，我觉得想要发展起来我们产区，那光靠传统的干红干白是不行的，需要各种酒类，高端的、中端的都要有。
你这个酒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市场来了？我想保住酒庄。您看，我们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，我不想到最后，因为无法销售，再面对绝望。我明白了，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开车。好。那您刚刚说的是贺兰山品鉴网？对，其实负责人你也认识，邱一涵丈夫张伯饶。没错，我打算呢，让他帮你们波特酒啊出一个专题，好好帮你们宣传宣传。太感谢您了。不过，我知道，你就放心吧。张伯饶和邱一涵虽然是夫妻俩，但是他们两个人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，你不需要有什么顾虑。啊，对了，回头啊，网站可能会采访你一下，让你帮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波特酒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魏经理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将酒言，百之哉。哎，早上好。干嘛呢，都？早上好。小庄主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在前面拼命地帮你卖酒，你可倒好，背后捅刀子。这徐静怎么说也是我的人吧？您处理他，是不是得事先跟我说一声？您这么做不合适吧？魏经理，您别生气，坐下慢慢说。不了，你给我一个解释吧，不然我辞职。李经理，您不能这样，这可是咱们事前说好的。邱总，他们手续齐全，第一笔还款也已经到位了。我之前替你做的事儿，我们行长都已经知道了，所以抱歉，我只能按照流程走，没办法帮你了。李经理，你听我，李经理。您拿着徐静的通报来找我，说我打击你们的积极性，要我给一个说法。那今天我就给您给市场部一个说法。好啊，魏某洗耳恭听。您看，这是安南为我们酒庄拿到的第一笔订单，他没有收我1分钱的差旅费和招待费。小庄主的意思是要砍掉我们的营销费用？哦，不，您误会了。我想说的是啊，现在酒庄的头等大事就是把波特酒卖出去，上到我本人，下到酒庄的所有工人，包括保洁、亲戚、朋友，只要能帮我卖酒的，都能得到重赏。当然了，他们这些啊都是打边鼓的角色，市场部才是酒庄的中坚力量。营销费用全额报销。销售提成再加1个点，但前提是刀下见财。我给自己的目标是本月15号之前清空库存，还清贷款。这个是这样啊，安总呢背后人也有大集团撑腰，自然呢神通广大。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，我们销售部呢肯定全力以赴。好，不过还有一点啊。徐静的处分呢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撤回。原因很简单，您的面子我可以帮您维护，但酒庄的面子我也需要维护。所以，魏经理，您是聪明人，我就不用把话说透了吧。空杯啊，哦。好。行了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让我过来就是给你打下手、递杯子啊？没有啊，我就是看你心情不好，想让你下来尝尝酒，放松一下。谢谢你啊，
石郎每天逼着我背跟葡萄酒有关的书，我头已经很大很大了。你现在又让我来尝酒，一会儿又跟我说什么单宁啊、立体感啊，这哪是放松啊？这简直是折磨！啊，我就是单纯的让你尝尝酒。这样，你说的那些，只字不提。你说的啊？嗯。怎么样？你刚说不提专业的问题，我也没提专业的问题啊，我在问你感受，感受怎么样？什么感受？闭上眼睛，感受不同的酒，用心去体会葡萄，这样你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。试试。不就是味道不一样吗？其实啊，每一颗葡萄呢，它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就算是同一串葡萄呢，也会因为经历的光照不同，还有所经历的阳光、雨露、风霜不同，会产生一些差别。就这些差别，就能让它们拥有自己最独特的个性。而我们呢，根据这些葡萄的不同，给它们搭配最合适的酿造工序，去放大它们的特点。你说的也太神奇了吧！口感不同呢，我承认，但是不一样的葡萄酿出来的味道当然不一样。总而言之，都是葡萄酒，喝了都会醉，感受能有什么不同？不信我说的是不是？来，吃这个。来，闭上眼睛。慢慢感受，把你脑子里所有的数据都给忘了，然后去感受葡萄它成为葡萄酒之前所经历的阳光、雨露、风霜。我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葡萄沐浴在阳光底下，被温暖包围着，幸福成长的样子。好厉害啊！这就是我老师教的。一个酿酒师呢，不能光只有技术，他还要去感受葡萄的本质，了解葡萄的所需。只有认真感受和了解了，才能酿出真正的好酒。感受本质，了解所需，才能酿出一瓶好酒。我明白了。裴经理，这是给市场部同事们的销售提成，这是给您的。小庄主，这也太少了吧？哦，您看看这个，这是我的病历。本人魏军，胃出血，病因呢是饮酒过量。不光是我呀，我们销售部每一个人，为了陪客户喝酒，哪一个都是半条命都搭进去了。魏经理，我代表星星酒庄感谢您，您和市场部所有同事的医药费、营养费，包括补贴，星星酒庄全额报销。另外呢，从今天起，出货价降到7折，销售提成再加1个点。小庄主是这样啊，最近呢，该挖的客户我们都挖了，
以后再去上哪儿挖，我也不知道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拿货价5折，提成嘛，再加2个点。我觉得就不应该答应魏军那些条件，他就是在借机抬价。我知道他胃口大，可是目前再找销售他不现实，只能先稳着他，再另外想办法。我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人，通过他把我们酒卖出去，侮辱了我们酒。我知道你对那些酒有感情，你跟我说过，酒是有生命的，尤其是那种陈酿了很多年的酒，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呼吸，在感受。可是呢，现在我们酒庄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，魏军又是酒庄的元老，就连我爸老欧都得让他几分。我这么说，你能明白吗？那如果我能卖出所有的波特酒呢？等等，你要卖酒？怎么不信？不是，我只是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讨厌魏军呢？他身上有铜臭味。他是销售呀。那又怎么样？你放心吧，发酵罐那儿一切正常，我也跟下面的工人叮嘱过了，每天打2个循环，温度不用变。你要走啊？对，明天就回上海，剩下的波特酒，一桶不许给我动，我给他们找个好归宿。咱今儿都已经跑了3家了，这国产的波特酒要的人实在是太少了。小庄主给这么高的提成，是有他的道理的。吃不到嘴里的肉，说到底还是别人锅里的。军哥，你得想想办法呀，咱不能像别人一样傻乎乎的跑销售啊。这个小丫头跟咱市场部是憋着劲儿呢。我魏军干这个行业也干了10几年了，要是输给这个小丫头，我以后也就甭混了。要不咱们去找找虎哥？虎子办不成，我自有办法，放心吧。哎呦，石老，您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一直在。你这是？哦，我这是给客户带点样酒。魏军，哎，想问你件事儿。您说。老张主借高利贷的事情，是谁告诉银行的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借高利贷的事情，之前你知道吗？石老，您什么意思啊？这小庄主跟您都不知道的事儿，我怎么知道？老欧的嘴是比较严，是吧？哎，石老，您不会是怀疑我吧？嗨，魏军，我相信咱们酒庄的老人会有一定的道德底线。对呀，都是酒庄的老人了，懂规矩。石老，那我先走。哎。想不到啊，魏经理还好这一口。哼，我可没那本事。不过呢，魏某人喜欢交朋友，想要打听点消息，还是有路子的。说吧，什么目的？之前呢，你答应过我，把星星酒庄交给我管理。我呢，也纳了投名状，结果出了点岔子，所以你得补偿我。想要什么补偿？
我想把这10桶波特酒呢，变成20桶。你这次打算待多久啊？忙完就回去呗。这么急？你不打算多陪陪你家皇太后啊？我也想，那边事儿太多了。哎呀，你娘俩真是一模一样，嘴硬心软，尤其是师傅。本来之前让我帮你那么多，就不肯跟你好好沟通一次。你是说，之前都是我妈让你帮我呀？当然了，你以为呢？那我说呢，你俩就趁这个机会好好聊聊。雷诺 ，What you meaning？ 你是要跟我玩盲品呀那你有信心玩吗 ？Why not？ 你确定 I can try。那开始。雷诺，既然是盲品，我们要观察颜色，感受它的气息和味道。戴上眼罩太不专业了吧？列女士，给你增加点难度，闭上眼睛会更困难，行吧 ？OK，I can try。雷诺，意图酒庄的次等酒，哇，你也敢拿来？你再试试这个。曼德酒庄的维拉，没错吧？一星，你是不是早就怀疑欧阳叔叔贷款的事情是我告诉的银行啊？我只是不明白，我们两家是世交，你为什么总是要针对我们家酒庄呢？可能是不服气吧。也许你觉得我的手段很卑鄙，但是我不过就是在商言商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我们家的酒庄能够更好更大。但是好几次，就在我差一点把酒庄托付给你的时候，都让你落了空。你应该很烦我吧？我何止是烦你，我很讨厌你。跟你开玩笑的啊。但说实话，可能我是嫉妒你吧。嫉妒你刚入行，虽然什么都不懂，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帮你。我也很感动，身边一直有很多贵人。我都跟你说实话了，你能不能也跟我说句实话？我老给你们家酒庄使绊子，你不恨我吗？但是会很难受，有时候真的很生气。不过回过头来想一想，你跟我的立场不一样，从你的角度来说并没有错，关键是我相信你。你相信我？我相信你是有底线、有原则的人，你不会做违法的事情。
真是没想到啊，到最后，能理解我的人，反而是你。越来越像一个庄主了。李女士，你真的非常厉害。现在我要为你准备另外一个，你试试看怎么样？Wonderful， 波特酒。但是我怎么觉得有一股独特的味道？是葡萄的产区不一样吗？好吧，雷诺，我输了。告诉我，这款酒你……齐路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妈，这款酒是中国的波特酒。中国？是的。哇，太棒了！你今天特意来找我，开诚布公的又说了这么多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？那我就直说了，我要你家的波特酒，全给我，价钱随便你开，同时，我还会送你一个小礼物。怎么样？齐路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拿着一瓶不是波特酒的波特酒，你是来考你妈的吗？你觉得我喝不出来？我当然知道你喝得出来。那你就更应该知道，我的餐厅里除了那些老牌的法国名庄酒以外的其他的产品，我都不要。妈，你刚刚明明被这款酒惊艳到了，为什么不愿意给他个机会啊？我承认，我刚才那一刻确实被惊艳到了。但是那酒是你酿的吗？要是我没有品错的话，那瓶酒应该有15年了吧？就你现在工作的新兴酒庄，只有2个人有可能做出这款酒：石明山、欧阳斌。石明山不可能，他太传统。那就只有欧阳斌，对吧？是不是欧阳斌？你拿着欧阳斌做的这款酒来给我喝，你要干什么？妈，我在想，我爸当初为什么要留在家乡？还有，欧阳叔叔为什么要在我爸倒下的地方建立那个葡萄酒庄园？你为什么要这些波特酒呢？你知道的，当初咱们的爸爸分道扬镳，老藤全部给了你们家，我爸
带着钱另起了炉灶，所以我们家的园子全是10年以下的老汤，原料上面卡了脖子，我就酿不出高端酒。这些年，在外人眼里，我爱德堡酒庄虽然建得很漂亮，却酿不出来高端酒。说出来呢，也不怕你笑话。我们家的酒，已经成了廉价酒的代名词。所以你希望用这些波特酒改变大家对爱德堡的成见？对，人活脸，树活皮，这是我的尊严，也是爱德堡的荣誉之争。